现在你有一支军队，总数是几千，其中70%左右都是刚招募的机民，而你的对手军队数量是你的几倍，军队战斗力比你强得多，军队统帅还是一个被后世尊为军事家的人，请问你敢打吗？我不知道你敢不敢，反正我不敢。然而有一个人敢，他的名字叫刘备。之前我花了2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了刘备去徐州的背景。总之，在徐州问题上，陶谦和曹操没一个好鸟。陶谦干的事儿很缺德，他为了报复曹操，外加贪图财宝，派军队杀了曹操他爹曹嵩全家。至于曹操干的事儿，则已经不能用缺德来形容了。他率军攻入徐州，在彭城坑杀数万流民，尸积如山，史称泗水为之不流。接着曹操又在睢宁、夏丘诸县对百姓展开更加疯狂的屠杀，大片土地化为连鸡犬都看不到的废墟。军粮耗尽后，曹操回去了。然而徐州百姓都没有时间安葬亲人的尸体，因为第2年曹操就又来了，所过之处继续对百姓展开疯狂屠杀。此时的陶谦已经吓得肝胆俱裂，他连出战的勇气都彻底丧失了，就这么躲在城里，眼睁睁看着曹军肆意屠杀百姓。惹怒曹操的是他，买单的却是底层的无辜百姓。那一刻的徐州，赤地千里，血流成河，百姓们嚎哭着，哀求着，期盼着，不要杀我们，我们做错了什么呀？谁能来救救我们？谁能来救救我们？会有人来救他们吗？答案是会有的。此时一支军队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，请大家把这支军队统帅的名字打在公屏上。我猜此时弹幕上已经飘满了刘备的名字，然而正确答案是田楷。我知道谈到这段历史时，很多朋友喜欢用一段浪漫而振奋人心的描述，大概意思就是当时全天下只有刘备赶来救援陶谦，哪怕他知道自己兵微将寡，为了拯救百姓，他依然拼了。我知道这样描述大家更喜欢看，但我依然要说这不是事实。我说过，我做这个系列为的是把真实的历史展现给大家，所以哪怕大家不喜欢听，我也要说实话，希望大家可以理解。当时的情况是，曹操和袁绍组成的联盟对抗袁术、公孙瓒，陶谦组成的联盟，田楷是公孙瓒任命的青州刺史，而刘备只是田楷的部下，所以陶谦的求援对象不是刘备，而是田楷。率军去救援陶谦的主帅当然也不是刘备，而是田楷。刘备只是作为田楷的部下，跟着田楷去救徐州而已。我估计有人要说了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在标题里说是刘备站了出来呢？他奶奶的，跟我玩阴的是吧？当标题党？别急，我保证我没有当标题党，你接着往下看就知道啦。先来说说此时刘备的情况吧。三国志记载，此时的刘备手里只有1000多正规军，还有一些他在青州击败并收服的乌黄骑兵，数量估计也就几百。除此之外，刘备还掠得鸡民数千。近些年来，一些人抓住这条记载来黑刘备，他们说掠是劫掠的意思，这条记载是说刘备强抓数千鸡民充军。你们看，刘备压根就不仁义，他就是个伪君子。对此，不二将来说说个人看法吧。掠确实有劫掠的意思，但这句话里的掠应该翻译为取。我这么说有证据吗？有。首先，曹魏学者张一编写的词典《广雅》对掠字的解释中就有取这个含义。广雅距离三国志的写作时间是比较近的，所以三国志中的掠得鸡民数千这句话里的掠字是可以翻译为取的。如果这样翻译，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刘备取得了数千鸡民的加入。我觉得这样翻译是符合语境的，因为这段话的目的是描述刘备的兵力构成，没必要插入一个刘备抓壮丁的黑点吧。如果你觉得证据不足，那再看看下边这个吧。《晋书》和《宋书》都记载了江州刺史郭昶之援助黄玄的事情。《晋书》描述为黄玄到浔阳，江州刺史郭昶之送给黄玄器物和军队。宋书描述为黄玄到浔阳，江州刺史郭昶之准备了皇帝的器物给黄玄，随后黄玄收掠得2000余人。这个描述写的是同一件事，可见宋书中收掠得2000人应该翻译为黄玄取得了郭昶之资助给他的2000士兵。
那么同理，刘备的掠得鸡民数千也应该翻译为刘备取得了数千鸡民的加入，毕竟这2句话的句式是高度相似的。以上就是我对掠得鸡民数千这句话的看法。这句话并不是在说刘备抓壮丁，而是描述刘备取得了数千鸡民的加入而已。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就把1打在屏幕上吧，谢谢。就这样，刘备带着1000多正规军和几千根本不能打的鸡民，跟着田凯去了徐州。来到徐州后，田凯和刘备看到了这样的场景。史书并没有记载田凯对此有什么反应，我们只知道虽然田凯是救援陶谦的主帅，但史书没有记载下任何他在此战中的表现，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从田凯之前的表现来看，他是个精通孙子兵法的人，具体表现是撤退转进，其疾如风，劫掠百姓，侵略如火。这样一位伟大的军事家，面对眼前的场景，你说他会怎么做呢？估计是有军有难，不动如山吧。现在终于可以告诉大家了，我为什么要在标题中说刘备站了出来。的确，陶谦求援的是田凯，率军救援的主帅也是田凯，但真正敢站出来和曹操干的人却是刘备。敢去救援没什么了不起，毕竟去之前又不知道战场的具体情况。到了战场，看到了曹军的强大与凶残后，依然敢上去干的人才是真正的了不起。罗南说过，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，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刘备就是这样的英雄，一个执着于理想近乎疯狂的人。此时的曹操已经在徐州北部肆虐多时，所过之处尽是白骨。他攻占了琅琊国大片土地，东海郡更是被曹操直接打穿，似乎已经没有人可以再阻挡他的脚步。这时候恐怕没人会对刘备抱有期待。坐拥徐州，兵多粮足的陶谦都被曹操打成了自闭症，你刘备呢？手里就1000多正规军，几千鸡民，又能做什么？然而刘备没有放弃，既然来了，总要做些什么。对着瑟瑟发抖的陶谦和他麾下垂头丧气的将军们，刘备怒吼道：现在我要去断曹操的后路，不怕死的就跟我来。听到这话，陶谦部下大将曹豹如同拨云见日，醍醐灌顶。对呀，曹操打穿了东海郡，粮道拉得这么长，干嘛不去断他的后路，让他没饭吃呢？好，我跟你去。于是刘备和曹豹率军直插谭县，硬生生截断了曹操的后路。曹操别他妈拿老百姓撒气，是男人就冲着我来。得知自己后路被断，曹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面对这么多的白骨，居然还有人敢于战斗。当听到对手的名字叫刘备后，曹操释然了。刘备啊，如果是那小子有这样的胆量就不奇怪了。有意思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吧。全军返回。很快，曹操调转枪头，直扑谭县。在谭东，双方展开激战，结果毫无悬念，刘备战败了。毕竟就刘备手里那点人，能赢才怪了。然而刘备的行动毕竟拖住了曹军，为徐州百姓争取到了宝贵的逃命时间。在曹操屠徐州的过程中，有大量徐州人逃往南方，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吴国重臣的张昭和诸葛瑾。在逃难的队伍中，还有一个13岁的少年，他的名字叫做诸葛亮。得知刘备和曹豹战败的消息，陶谦彻底绝望了，他打算抛弃部下和百姓，逃回老家丹阳。就在此时，奇迹发生了，曹操居然退兵了。原来曹操后院起火了，陈宫和张邈发动叛变，迎接吕布入主兖州。曹操无可奈何，只能把吃到嘴里的地盘全都吐了出去，率军急速撤回兖州，只留下身后的累累白骨，血流成河。虽然曹操撤军并不是因为刘备，但毕竟是刘备到来后，局势才发生了逆转。此时此刻望着刘备，陶谦或许会想，莫非这小子身上有超高校级的幸运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他确实很有胆量，而且敢想敢干。如果把徐州交到他手里，对老百姓或许是一件好事吧。
我在之前视频中说过，陶谦虽然是个老流氓，但对徐州的治理也算是尽心尽力了。对徐州，他肯定是有感情的。如今眼看着曾经富足安宁的徐州化为了累累白骨的人间地狱，而他对这一切又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此时此刻，明白自己时日无多的陶谦终于决定放下那些蝇营狗苟的算计，真心为老百姓考虑一次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赎一下罪吧。想到这，陶谦暗暗下定了决心。就这样，命运的转折再一次降临到了刘备的头上。刘备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吗？这些就下期再说。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就给个关注和3连吧，大家的支持是我努力创作的最大动力。那拜拜啦。